踩下去油门。100，Hello， 大家好，又是 Eder，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终于有了试驾 Perodua Elza， 这个时候不蹭热度哪里可以？尤其是我这个就来40兆的订阅者，怎么可能不蹭一下热度嘞？有没有？最近最火的话题就是 HRV 啊，不然就是 Elza， 对吗？今天我的人呢就来到了 PJ Uptown P2 Automobiles and Repair， 非常感谢今天他们借我这辆车。如果你们也是住在 PJ 这一带的话，也不妨可以来到 Uptown 这一带，这里有一间 Perodua， 因为 MCO 之后有 SOP， 所以你们必须要先做个预定，然后才能来这边试驾啦。如果你们想要试驾的话呢，可以联络这个电话号码 Miss Vinny 来预定试驾。然后不多说，让我们去看看这辆车啦 ，Let's go。就来40兆的订阅者，恭喜恭喜呀！我相信我拍完这个影片之后呢，很快就到40兆的订阅者了。OK。经过13年后的 Perodua Elza 终于改头换面了。这13年啊，13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13年前的我还在中学吧。它总共有3个等级啦，有 X 啊，有 H 啊，还有 AV 啦，就是所谓的低配、中配还有高配啦。那 showroom 里面呢，其实有2个版本，中配跟低配。但是在我手上的呢，这个都是 AV 版本啦。那 AV 版本不用多说了，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很期待啦，都已经看过它的样子啦。那么主要我说一下这个重点哈，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你买到高配呢，后面这里就会有这个后面的 disc brake。其实对于我们这种比较大量一点的车啊，其实后面的刹车也是不然重要的啊。所以加分呢，有后刹车卡钳。这辆车的高度其实跟阿夏没有差太远，它只是高了阿夏那一点点。它的高度其实还比 Arus 更低哈，所以整辆车的重心也是低了一点哈。那这辆车有一个自动照明灯啊，当你一按解锁，你就会看到它的车头灯亮着啊，直到你上车之后它才关掉，对吧？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无钥匙进入的话呢，这个灯是不会亮着的啊。这可能的意思就是让你知道哦，你的车停在哪里哈，所以它会亮着那个灯。怎么认出它是高配的 AV 版本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亮黑色的烤漆在这里，有 side skirt 啦，配备呢不说太多，你们想看的话可以去网上一大堆资料哈，也不用我多说。今天我就是带一个第一人称的这个角度给你们知道哈。就这辆车有无钥匙进入。按一下这个把灯 ，side mirror 自动收碟哈，没有touch sensor哈，还是要按。我乐是好久没有跟我们出来 test 车了啦哈，这辆车是最高配的啦。当然我们拿车就要拿最高配嘛，为什么？因为最高配呢，它就会有附上这个电子手刹，还有Auto Hold。我觉得这个中间就看起来高级了很多，少了那个拉 handbrake。其实对我来讲也不是太重要啦，就好看了一点。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啊，刚刚我们发现到的。你们看到吗？13年之后的 Elza 终于改头换面了，它让我们等一下，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声音哈？其实，在 Ativa 一 start 车也是有这个声音。这次的 Elza 终于改头换面呢，让我们觉得非常有新鲜感。然后让我非常惊艳的就是大概7万7的车，你可以买到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是真的是无敌啦。如果你讲这个内饰啊，高配的什么红色的啊，这是红色还是 chocolate 啊？红吧，见仁见智吧。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多春卡的咯。你讲它很漂亮，我又不觉得很漂亮了。但是有一个好处啊，这个 good 啊，那我记得那个以前肯哪里有啊？记得吗？只有这边啊，那一边有。这边的话就像标牌一个这样的一个洞，只是它没有做一个盖子啊。它这个洞特地切大一点，怎么嘞？可以让你放手机啊，看 GPS 啊 ，aircon 又吹着啊，你的手机就不会热咯。那这辆车有一个 Android Auto， 但是没有 Apple CarPlay， 它就跟 Almera 相反哈。Almera 就有 Apple CarPlay， 但是没有 Android Auto， 其实已经是 hardware ready 啦，只是说它还没有得到那个盖章啊 ，Apple 的盖章，我们可以这样子讲授权吧。以后看看 Perodua 有没有任何的更新啊。这个唱机又不讲太多，解析度跟 Ativa 一样啊，就是you know 可以用的，但是对我们这种有强迫症的来说，你会换掉吗？换一个比较高清一点的哈，它不是 Android System 买的，我相信的，肯定不是。那当然这些我就不是很喜欢 Touch 的那些音量按键啊，这个用这个还好，但是就有一点，好像比Ativa好了嘞，它没有这样 lag 了。这个 Aircon， 这个 MyV 那边大家都看过了啦，这个是冷啊，当它这个越高的话，代表它越冷啊，这个就是风速啊。
然后有2个 memory 记忆组啊。但是后面的话，这里是没有的开关，后面是可以关的，是我们这里就 control 不到。挡挂啦，有的 S， 还有 manual mode， 没有 pedal shift 啦。我相信以后这个应该是可以去加的。第一辆是有这个电子手刹，还有个 auto hold，unavailable。哦，如果你没有系上安全带是不能用 auto hold 的。这有一个 center control， 还有一个 12 volt socket 在这边，就大概这么大了。不能调整哦，很遗憾的是那个方向盘是不能调整前后，只能上下啊，我觉得有点小遗憾啊。我的坐姿是很舒服的，我现在是坐到最低哦，椅垫呢就比较短了一点，但是这个坐姿对我来说，你当它是一个 MPV 架，其实是蛮舒服的，很低调的，手就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姿势。但是通常这种开 Elza 的人呢，应该不会开快车吧？这些都应该都是跟Toyota共用哈，所以这些都是一样的，大家有 Auto Headlamp。打开头灯、高灯、雾灯，其实这个显示呢是可以更换的啊，你就必须要按这里去到最右边哈，有那个齿轮的设定，然后下到 Design，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Display 1、Display 2， 这个是 Display 2哈 ，OK， 然后 Display 3就像 Volkswagen 的感觉了 ，Display 4。那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个圆圆的啦，我最不喜欢就是 Display 1，就看你自己喜欢什么啦。然后就很多那些设定啊、Display 啊那些我就不玩太多哈。连它的这个 Signal 声呢都是可以更换的啊 ，Buzzer、Turn Signal Tone Type， 这是第一个，这个很悲伤啊。第2号，还有第3个，哦，我喜欢这个，有一点像 Honda Civic FC， 有点像。少了一个 handle 哈，都没问题的啊。还有一个自动远光灯哦，然后在 Auto Start Stop 这边可以关，那个 ASA Off 在这边，循迹系统也可以在这边关 ，Parking Sensor。还在下雨哦，不是我特地选下雨天来 test 它，我已经预定好今天了的，但是就没有办法，天空不作美哈。很像在可丽莎、可哪里那个年代已经看过这个 switch 了，好像用到现在的回本了啊！看一下这边，哎呦，幸好你的脚短，幸好你脚没有在那边，跟安迪巴一样哈，没有缓降的功能啊。这是开油盖哦，这是开隐形盖。腰部支撑这边有加分，缺点是椅垫比较短了一点啊。车身长度为4425毫米哈，你们敢相信吗？这种长度，你表面上看很长哦，其实 Honda City 的长度还比它更长，这个是我们查过的数据。但是这辆全新的 Elza 呢，它的长度是跟 Toyota Vios 一样，宽度跟 Toyota Vios 也是一样的，高度为1670毫米，中配跟高配的高度啦，因为可能它轮圈比较大的关系，所以它就比最 standard 的那个 spec 来的高一点点啊。全车系标配哦，这个 ASA 的安全辅助系统，这个我不讲太多啊，这个就是有自动刹车系统啦 ，Lane Departure Warning 啊，6个安全气囊 ，ABS、EBD、Hill Hold Assist、BSC Traction Control、Parking Sensor 啊，自动刹车系统啊，全车系都有标配哈。除了你买到 AV 版本的，它才会加上啊，个 ACC 跟车系统，直到停的为止 ，Stop and Go 啦，我们叫 Lane Keep Control、Blind Spot Monitoring、Rear Cross Traffic Alert 啊，360度 Camera 啊，这个在中配跟高配才有的看到 Sequential 这个 Signal 灯，车头灯是 LED Reflector， 它是很亮哈，看到吗？晚上看很帅气的，其实哈。下面一个雾灯哈，你看到它的 Side Skirt 啊，这些都是 Gear Up 的啊，都是选配的啊，包括这个 Door Visor 一样哈。买这辆车呢，大家最关心就是最后一座了哈，我们去看看最后面一座，几容易就可以去到后面了，很简单罢了。当然，如果你这个头枕是没有拿上来的话，也很辛苦，因为被东西卡着你的这个背哈。当你真是舒舒服服坐着的时候，其实是蛮舒服的。因为椅垫它其实发胖也是 OK 的，但是我的脚就是只能这样子咯，你只能想办法把你的脚收起来。短途是 OK 啦，你要我坐去槟城的话，应该是可以啦，但是你可能1-2个小时这样，我就要下车休息一下。这里后面坐2个人，大致上没有什么大问题。有加分的地方就是你会看到有一个置杯架，这里有的放，我不知道可以放什么东西啦，可能放一些手机。有一个是 travel socket，
你可能可以放手机那边充电啊。目前为止我坐在后面觉得是 OK 的嘞。这里啊比 Volkswagen Tiguan Allspace 来的更好坐，那个我觉得是真的是大人坐不了哎，这个 OK 嘞，这个 OK， 这个有让我惊艳到了，因为以前旧款的 Elza 呢，我这种 size 坐下去的话是不舒服的，但是这个 OK 嘞，比我想象中更舒服。你的右手来到这里拉一下那个拉杆，就是这么方便啊。原来 Gear Up 这边有灯啊。也是一样啊，坐在这里的话，头枕也是最好是打开，不然的话有点不太舒服啊。腿部空间大概1个拳头，头部空间大概是2个拳头3根手指哈，坐起来比Ativa更宽，对不对？可能是它的这里就偷进去了一点啊，所以看起来比较宽。它有一个那个这个可以放下来做armrest。拉一拉。其实这辆车坐222是最舒服的，6个人中央扶手 ，OK 啊。Cup holders 还有2个 USB 插槽。有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啊，有些人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其实它就是让你可以让它的风决定吹到后面去还是吹你自己啦。你可以调整左右，还可以调整上下，看到吧？这个有一点像当你开飞机的时候要起飞，有没有？那个 flaps 要 open 啊！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为什么要 open flaps 啊？因为我是飞机师嘛，专放人家飞机的。后面开关冷气的就是在这边啦。总共有3度哈，声音会比较大哈。如果开到这样大声，它没有 cooling coil 嘛，它把前面的拉到来后面嘛。我不知道这个设计能不能让后面吹到 ，maybe 就是看这里有没有车主可以给到一些意见还是什么，给我们知道一下。这边有置杯架，我觉得放有小小瓶的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再大瓶一点，就真的这边就放不了了，这里也是不行了。人家的窗是可以开到完的嘞，你的 Volkswagen Passat 啊那些是完全不能的，这辆车可以诶。看，连 signal 灯都是 LED 的。后座椅呢有打开之后就是这样子，有一键拉开，它就可以当着躺平了。来一来，这里就是一些工具啊。但是如果你说它的备胎在哪里呢？你会看到这里有个盖子，打开之后呢，锁转一转，备胎就应该在下面，看到吧？还有一个排气管。买到最靠背的话呢，就配搭着 Toyo Proxus CR1 的轮胎，195/60R16寸。但是我发现一点哦，1、2、3、4、5，总共有5个洞。但是具体的数字我不懂啊，它是不是5×100或者是5×14.3？如果你们懂的话，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一下，它到底是5乘多少？它的引擎就是这么大副，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洞，代表什么呢？它就是要让你 bolt on turbo。OK。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在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引擎就是这么大副，代号为2NRV1的引擎，1.5公升自然进气4缸引擎啊。这副引擎跟 Myvi 是共用这同一副的，但是它就比 Myvi 多了3匹马力，还有2个牛顿米。Myvi 是102匹马力，这辆是105匹马力。Myvi 是136牛顿米，这辆车是138牛顿米的。那为什么它会这样子做呢？你要记得这辆车是比 Myvi 重，肯定的。它重为1170公斤 ，Myvi 大概是1025公斤 ，Myvi 足足比它轻了大概145公斤左右。配搭着 DCVT 的5段变速箱，这个 DCVT 呢是跟 Myvi 啊还有 Ativa 是可以看得见，这个我就不讲太多，我之前在 Ativa 的影片有讲过了哈。我们去 POV test drive，let's go。这就是 Vinny 啦，你好。还有 Bolas， 我们今天就3个人在车上哈，要买车可以找 Vinny，啊，要 test drive 的话，现在是 booking 噻。现在 test drive 最好是 booking。是哦，因为 SOP 嘛，也是哈。OK， 要不然你来到这边的话，真的是很抢手，现在每天showroom应该是爆满的。Alright， 哇，它的油门反应还比那个Ativa好嘞，有没有？没有 turbo 就是不一样啊。哇，很舒服耶，它的那个设定哈，因为这辆车可能是轴距长的关系啊，加起来的话，我会觉得比Ativa来个更舒服了，尤其是在这种比较没有这么平的马路上面哈，会觉得它滤震的会好过Ativa，这个就是轴距长的车的好处啊。哇，它的刹车系统有惊艳到我嘞，有 disc brake 在后面哦，踩下去果然是不一样。哇，油门反应非常好，真的。虽然它会有一点点少少的 delay， 是在于它的 CVT 那边，因为你要给它一点时间来比较，因为这辆车是自然进气引擎啦，它不像Ativa在很低转的时候，它已经有一个turbo 在那边啊，在 standby 这了的哈，所以
要有一点时间啊。塞车哦，对面。我走这边了。没办法啦，一下雨天的时候，我跟你讲啊，这里的 traffic 真的是。Hello， 阿邦。那这辆车有 Drive Mode 啊，有这个驾驶模式，你可以按99来开启 Eco Mode。现在是有打开这 Eco Mode 了的，然后你可以按一下来打开它的 Power Mode 啊，吹一下。哇，这个1.5公升配 CVT 呢是绝配，它跟那个 MyV 一样的感觉，有没有？真的有让我 surprise 到，它的这个音响真的是不错哎，我听过 Ativa 的这个音响都没有这个好，可能这辆车的这个轴距也长啦，所以它给到你的这个回音啊那些都好过那些车，所以轴距长的车啊，音响你会觉得比较好听，所以 OK 哦这个哦音响，但我不知道后面怎样啦，因为我没有坐到后面去。那通常我们买车都是自己驾啊，所以都是比较注重在于前面这一代。OK 啦，不错啦，这里还有一个 Twitter， 还有 speaker 在这边。我发现到。它真的进步很大啊！如果你搬回来旧的这个 Elza 来做比较的话，驾驶体验来讲，整个油门很轻。为什么？因为它这个 CVT 有没有？它的反应大到啊，就是我一脚踩下去哦，它会把那个转速提高得很高，然后再给你走顺了之后，那个转速再低。这个是我发现到的啦，所以它就让你起步那刹那会比较轻松一点哈，甚至会比Ativa更轻松啦哈，可以讲好像 MyV 一样轻松，加起来哈 ，steering 都很轻，女人驾的话是 OK 的，会比较喜欢。不过它还是有那种 CVT 的拉着你的感觉哦，我们也叫 rubber band， 好像刚刚这样。不过今天我们的借车时间有限啊，我们就尽量走不了太远啊。感觉上一进来，除了视觉上面不要讲了，空间感其实是差不多的。空间感哈，跟上一代是差不多的。从外形上，我以为这辆车会是那种坐姿很高的车，可是没有，有点像 MyV 再高少少这样。其实我蛮满意啊，现在的坐姿的啊，现在我是坐到最低了，其实可以讲，如果加起来的话，没有那种MPV 的感觉去哦。没有那种笨重感啊，没有。很舒服的一辆车，配上这个 CVT 的话，它不会有那种像以前的4AT 啊。很适合 CT 用的那个。对，反正我觉得小 CC 配上 CVT 真的是好很多，真的。现在我换去 S 档，踩下去油门。100，可以啦，可以啦，3个人这样子做，已经很厉害了啦。但是这辆车有 manual mode 啊，你可以当然是可以自己换压啦，看它的反应啊。OK， 我们现在 try 一下，当它在第2档的时候，它有没有像 Toyota 的感觉给你锁得死死的？接近了，接近了，它很接近 Altis 跟 Vios 的那种 CVT， 但是还有一点点的 free play， 但是反应的确是快的，当你换挡的时候。现在是在讲着哈，当我们坐4个人好不好？中段要加速的时候够不够用啊？这是我们很多人会关心的问题。等一下我上一个斜坡模拟一下超车，大概就是这样子好的哈。Lane departure warning。但是它的那个档还是帮我。它的表边放的蛮高一下，在上山的时候。跑稳吗？现在是跑稳啊。哦，难怪我没有注意到。现在我关掉了。
它的 RPM 就尽量不会维持这样高。OK， 比如说我现在超车够不够，踩下去，还是要等啊，转速等啊上4000啊，然后少一个 corner， 喂，隔音不错啊。其实我觉得它隔音呢是比 Ativa 来的好的，因为它16寸嘛，它不像 Ativa 是17寸啊，所以噪音台噪方面的话，这辆车会好一些。如果你拿这辆车跟 Ativa 比，其实它跟 Ativa 价钱是差不多，真的是很相似。就看你在于你要买五人座还是这个我们叫6人座好不好 ？Turbo SNA， 但是如果你讲它的这个1.5公升自然进气嘞，其实完全没有什么太大分别，就好像我家的 Ativa 也是这样的动力，只是他说它的扭力来的比较早一点点而已嘛。它不会让你觉得很暴力啊，在1.0公升的这个涡轮增压，1.5公升跟那个1.0 Turbo 加起来是差不多的。它的晃动也比 Ativa 少。Ativa 是这样子左右晃动，它会比较摇。这样子是前后晃动，为什么？轴距长。轴距长的车会比较舒服在这边。看我过磅，是 OK 的。那天我坐在后面啊，其实我觉得是蛮舒服一下的啊。OK 啦，我们就回到来这啦。OK 啦，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再慢慢去 try 这辆车。谢谢你啊，Vinny。没有试到它100的时候 RPM 多少？走不到100，上不到。Alright。这个360 camera 是什么时候才会开呢？应该是可以自己再 activate 它了。这个360没有 button 给我按了哈。它没有啦，前面 front camera 都没有。有的话也是一个 advantage 哦。是咯，我要怎样开这个360呢？我看到你是 reverse 的时候它才出现了。P 的时候自动上锁。P 自动上锁，我觉得你试下现在 R 的时候你踩一点油，你看，然后踩一点油，看哪里你要踩一点油，它不像 Toyota 是它自动 release 给你的。因为Honda的也是踩一点油它就 release 了。OK， 这次的试驾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 P2 Automobile 省人不哈。如果住在Petaling Jaya的朋友呢，可以不妨来这边showroom看看，他们有中配、低配还有高配的车都在这里。欢迎联络 Vinny 来做 appointment 试驾啦。关迎行。问你帅没有？赢了，有什么好 comment 吗？没有，这个价位真的是无敌啊！不到8万的车，你买到这个 ACC 跟车 Stop and Go， 虽然今天车也太多，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做一个就是可能可以上到 highway 一下，知道它高速的时候 MVH 这样。因为星期六、星期天都没办法，因为最近来太多人看车在 drive，真的太多了。你要买车的话，可能要等到半年之内，要看有没有车主借我了。是咯，真的好好去品尝这辆车。不过我对它评价是 OK 啦，因为这个不到8万的车，你买到这种安全配备啊，虽然这种小事情就这种接受一下咯，我是觉得不会太大问题啊，将就一下咯。没有一个10全10美的车，但是如果你说你预算在8万之内，想要买到一个6人座的车，空间大的车，这个就是一个好车了，真的。是，像想当年 Elza 这样热卖就是这个原因咯。现在这个 Elza 可以了。一定热卖。这个影片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 ，Goodbye。